可以申请到美国的私人地址，也就是住宅地址，而不是商业地址，去申请银行账户、申请信用卡，也可以接收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政府机构发过来的文件。那么如何去开一个美国银行账户呢？其实方法有很多。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美国地址证明。相信很多小伙伴都遇到过需要提供地址证明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申请美国银行账户就需要地址证明。我之前向大家介绍的 Passbook 或者 Stable 这里的网络银行账户，在申请的时候，除了要提供自己的护照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要美国的地址证明。另外，有的小伙伴在注册 PayPal 的时候，或者说注册 Stripe 的时候，或者说一些电商平台的时候，也会要求提供地址证明。地址证明的主要用途是进行身份验证，也就是 KYC， 也就是了解你的客户的英文缩写，主要用于金融领域。进行 KYC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洗钱还有欺诈。要取得美国地址证明的一个前提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美国地址。关于如何获取一个美国地址，之前我已经通过视频介绍了大家我的方法。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申请到美国的私人地址，也就是住宅地址，而不是商业地址。这个地址可以去申请银行账户、申请信用卡，也可以接收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政府机构发过来的文件，或者说是接收 Google AdSense 的 PIN 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在拿到美国地址之后，我们就要考虑如何获得地址证明。在操作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么样的文件可以作为地址证明。首先，当前住址的水电煤气或者电话账单都可以作为地址证明。能够提供这些文件就表示我能够收到这些社会公共部门发过来的账单，我确实是在这个地方居住。其次就是银行的对账单，个别地方也支持券商的对账单。另外就是政府部门的信件，这些文件获取难度最高的就是水电煤气和电话账单。为什么说最难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在国内租房，虽然我每个月能够收到我的水电煤气账单，但是这个账单肯定不是我的名字，是房东的名字。同理，我们的美国地址收到的公共账单的名字肯定也是房东的名字，不会是自己的，除非这个房子是我自己买的。其次，我们可以考虑用银行对账单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对账单来做地址证明，这个相对于水电煤气账单会比较简单一点。如果说我们有美国任意一家银行的账户，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银行账户的邮寄地址修改为我们想要做地址证明的这个地址。修改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美国银行都有两个地址，一个是家庭地址，这个家庭地址一般是我们国籍所在地的地址，也就是身份文件上的地址。另一个地址是邮寄地址，邮寄地址可以是美国的，也可以是美国外的地址。邮寄地址的作用仅仅是用来接收银行寄来的账单或者其他文件，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份。但是家庭地址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身份的。比如说家庭地址填的是美国，那么就会默认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身份。当然这个就扯得比较远了，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一一回复大家。那么如何去开一个美国银行账户呢？其实方法有很多，我之前也做过很多教程，这些教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自己动手申请，自己动手就可以申请到的美国银行账户，一般都是网络银行。网络银行的优点就是申请的门槛比较低，审核速度比较快，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开户成功后的风控审核非常严格，即使一不小心就会被封控，甚至被关闭账户。另外，网络银行申请必须要有地址证明，如果没有地址证明就无法申请银行账户，不能申请银行账户就无法拿到地址证明，这就陷入了死循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代理渠道来开通美国的银行账户。我之前也介绍过3家可以在非美国地区远程开户的美国银行账户，分别是 BOA 美国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和 AXA 美国银行。这3家银行目前我这边的渠道都是还可以顺利的开通的，如果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我们在有了美国银行账户之后，获取地址证明就非常简单了。我们只需要在银行的网银里面把邮寄地址改成我们想要申请地址证明的地址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下一个月我们收到银行账单的时候，就会发现账单地址就会变成我们改好的邮寄地址。当然，如果说一定要实体的纸质版的账单，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操作。现在大部分的银行默认都是电子账单，即使我们邮寄地址改好了之后，银行也可能不会给我们发实体的账单。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主动去联系一下银行的客服，要求银行邮寄我们最新的账单到我们的邮寄地址。最后就是政府文件来做地址证明，这个也是最简单的方式。有的小伙伴会说，你这不是扯淡吗？我在中国，我怎么可能会有美国政府的文件？其实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去用这个地址去申请一个 EIN。EIN 也就是美国联邦税号。美国联邦税号是美国公司用来报税的身份证明。可能大家又会觉得我扯淡了，我现在没有美国的公司，我怎么可能有资格去申请 EIN 呢？其实美国的 EIN 是支持个人身份申请的，而且是非美国身份也可以申请。以个人名义申请的 EIN 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个体户。我们可以在申请填写资料的时候，公司名称去填写我们自己的名字，地址就填写我们需要地址证明的这个地址。关于如何去申请 EIN，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之前的视频教程。想要省事的小伙伴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代理申请。因为 EIN 是美国国税局 IRS 颁布的，它就是一个标准的美国政府文件，是完全可以作为地址证明的。当然，如果说大家已经有美国的 ITN， 也就是个人税号，那么 ITN 的确认信也是可以作为地址证明的。关于如何申请 ITN， 大家也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观看我的这个视频教程。最后总结一下，如果说屏幕面前的你是一个刚刚接触美国金融的小白，没有美国的银行账户，没有美国的私人地址，那么我最推荐的方法就是通过第三种方法来申请地址证明。也就是首先我们要申请一个美国的私人地址，申请完地址之后，我们再用这个地址和自己的名字去申请美国的 EIN。 等我们拿到 EIN 的确认信之后，也就是 147C 之后，这个信件上就会有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申请的时候填写的地址，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美国地址证明。拿到了这个地址证明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比如说申请美国的 Stripe 是需要 147C 来证明的，申请 Passbook 或者 Cyber 这里网络银行也是需要地址证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EIN 确认信来做地址证明。当我们申请到 Passbook 或者 Cyber 这里网络银行账户之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些银行的账单来做地址证明。所以这么一番操作下来，我们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如果大家关于美国地址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我看到会一一回复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期再见。